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被小人缠身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，他们的出现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心情，还会导致工作、生活状态下滑，严重的话还会损失财富，使人的生存压力更大，更加的疲惫。那么都有哪些人容易在生活中招惹小人呢？其实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相学特征了解，哪些天生衰相的人最容易成为小人针对的目标。大佬今天从面相、手相、志相3个方面为大家分析讲解。从面相的角度看，眉毛压眼、散乱。在面相中，眉毛部位被称为交友宫，假如出现眉毛压眼、眉毛相连、眉毛逆生散乱等情况，都代表其人性情急躁，心胸狭窄，敏感多疑，不会处理人际关系，很容易招小人。如果不从性格上努力修正和调整，此生将很难有大的发展，而且人生路上经常会出现小人作梗。耳朵轮飞扩反。耳朵的外边叫耳轮，耳朵内围凸起的软骨部分叫耳廓。假如耳廓太突出，耳轮包不住它，便称之为轮飞扩反。有此种耳型的人，反叛不炫，性情偏激，好争好胜，主观固执，会因为过于自我而得罪别人，从而招来小人的陷害。奸门破损。奸门就是眼角位置，在面相中代表人的夫妻宫。传统面相学认为，如果奸门处出现了凹陷残破、乱纹交杂、疤痕等破损情况，其人容易在生活中招惹小人的侵扰。假如工作中出现差错时，特别容易被小人们抓住把柄，从而借题发挥，流言满语四起。假如面相中有此特征的朋友，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要谨言慎行，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，以免招惹是非而深受其害。红丝贯孔。所谓红丝贯孔，是指在面相中一个人的眼神过于外露，并且血丝多。有此面相特征的朋友，性格急躁，做事冲动，容易语出伤人，或者与他人在莫名情况下结仇，容易招惹小人的陷害。建议这类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保持心态平和，与人交流时要注意言辞，以免在不经意间得罪小人而骑虎难下。目光无神。所谓目光无神，主要是指双眼的神态。如果一个人双眼无神，精神萎靡不振，往往反映出此人在近期的运气呈现回落趋势，因此运气的回落事件也容易接二连三的到来。小人侵扰也会逐步靠近。对于有这个特征的朋友们，往往小人的侵害在于欺骗个人财物，或使你落入一些经济陷阱中，从而财运破损。因此对于这些朋友们，当发现自己运气不好时，便要小心为上，损友勿交，同时还应避免与人合作生意或借款给他人，这样易招小人算计而自寻烦恼。覆舟嘴。所谓覆舟嘴，是指嘴角向下弯，整个嘴型犹如一艘倒过来的小船一样。有这种嘴型的朋友，容易遇到一些失败的事情，而且在中晚年时期容易被小人欺骗陷害而心情失落。提醒这类朋友，在交友上要格外谨慎，不可被对方的表面所欺骗，要全面了解一个人，然后再决定是否与其交往。鼻梁骨凸起。鼻梁高起，骨峰起伏不平，4月低陷，是一个命里反孤的面相。这类朋友个性孤独，自视很高，与人交往时容易以自我为中心，会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与人交往，因此关键时间小人较多，容易与人为敌，影响自己的运气。脑后可见腮骨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常会因为一意孤行、我行我素，自我保护意识过强，招致他人的不满与误会。此外，嘴巴大而肉迟，或是嘴型尖凸，有如吹火状的人，则要小心被别人利用，成为不实消息的传播者，也让自己莫名沾惹一堆是非。还有
额头过于高广的人自视甚高，鼻子超过脸部1/3的人容易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，都比较容易犯小人。颧骨低平长痣，一个人的颧骨处于低平，这样代表着此人的德行不足以服众，号召力不强，就算日后有了身份和地位，但性格较为依赖他人，缺少主见，因此有心之人极易就把注意力打在自己身上。如果再配上脸部的左颧上长有痣，这样面相的人很容易被家族亲人的借贷以及是非而有所烦扰，人际关系失和，家庭关系紧张，容易受到他人的欺凌，就算家有钱财，生活也未必开心如意。从手相的角度看，双手断掌，食指弯曲。双手断掌的人性格比较强硬、固执，不喜欢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做事容易走极端，不是大好就是大孬。假如是双手断掌，再配上食指弯曲散乱的话，其人的命局就是比较坏的那一种，人生道路坎坷不断，小人很多，事业线被横纹破坏，接近食指底部的掌纹就称为小人纹。事业线和成功线有横纹破坏的人，也容易在事业上招小人，而生命线内侧的贵人线如果出现横纹，同样会从贵人线变小人线。狭义纹划破生命线，生命线内部的横纹是为狭义线。狭义纹划破生命线，表示你对朋友的真心付出与情谊相挺，朋友不但不珍惜，甚至还会见猎心喜，加以利用。譬如打着你的名号招摇撞骗，造成你的名誉和财产损失。虽然你对朋友热忱又尽心尽力，但你周遭多小人之辈，结交朋友需谨慎小心。从痣相的角度看，鼻头有痣，如果一个人的鼻头上面有痣，那么这就是明显的招小人的面相痣。这样面相的人在事业中招小人，容易出现换工作与破财的现象，而对于婚姻则属于败婚、婚姻分离的不利痣。耳根有痣，这样的痣在面相学中属于亥丙之痣，这样的痣也不属于小人的痣，但是有此痣的人很容易出现身体的不适，即使把痣点去，依然不会起到好的效果。嘴角有痣，如果嘴角有痣，那么可以说是聚财的表现，但是这样的痣也是属于容易招小人羡慕的痣，往往会有许多的小人与自身靠近乎。其实这并不是不好的运势，这样会让脸上带有此痣的人更懂得珍惜与提防。唇上有痣，此痣属于烂桃花与小人运势结合的痣，往往会因为自己的烂桃花的运势而招很多的小人过来。这些小人运势往往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就存在了很久，所以破财会比较严重。眉中有痣，如果一个人的面相的眉毛中间有痣，而且并不怎么明显，那么这样的痣也是属于婚姻中小人痣。此痣在事业之中不会受到小人运势影响太过严重，但是小人挑拨婚姻的运势却极其的旺盛，对婚姻非常不利。如果一个人霉运缠身，容易招小人，不妨看看是不是中了上面的衰相，但不要灰心，相由心生，调整好心态，衰相也会变成吉相，好运也会接踵而来。当一个人事业不顺时，通常会认为自己能力不够，或者是缺少机会所致，殊不知一些面相上的缺陷也会导致事业上出现阻碍。在面相中有几个重要的部位代表了一个人的事业运，假如这些部位上有缺陷或出现问题，事业上就会屡屡失意。今天大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容易遭遇事业失败的面相。天仓凹陷，在面相中，天仓代表贵人运，主一个人在人生中能否得到贵人相助。若此处凹陷的话，则说明其人只有靠自己勤奋努力才能成功，
很难得到贵人的扶持和提携，故此这一类人的生活会无比艰辛和劳苦。山根低陷，山根位于印堂下方，并且正好与两眼之间的距离，故此面向的山根部位代表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事业基础。如果一个人山根呈现低陷之势，说明其祖业差，福禄不足，各个方面的基础都不是很好，因此也就不具备自主创业能力，只能做普通职员，适合做一些比较基层基础的辅助工作。另外，这类人的投资理财能力也不是很强，如果勉强为之，则有可能遭遇失败。颧骨不明，面相上颧骨体现一个人自信心和领导能力。如果一个人颧骨不明显，或者外表有缺陷的人，其人自信心不强，缺乏杀伐决断，很难起领导作用，也就很难团结一帮人，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。准头低垂的人，准头也是面相上衡量一个人自信、自尊、自爱的标志之一，同时准头也能看出一个人的人际交往关系。一个人的准头低垂往往缺乏自信和自尊，表现在为人行事也不光明磊落，难以得到众人认可，同时其人也不善于理财，即使有钱也总是守不住，故此事业上容易遭遇失败。法令断续，面相上的法令体现出一个人发号施令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人法令纹弯曲，老是断断续续连不上，则说明其人缺乏领导才干，不能很好的统领他人，事业也总是因此而陷入困境。地格歪斜，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往往不善于与人交往，因为性子较直，常常因为不懂得委婉圆融，而使得自己的人际关系陷入紧张的状态，故此不适合担任领导，也不适合自己开创事业。如果勉强为之，则事业容易遭遇失败。地库有恶志，地库也为财库，如果此处生有恶志，体现出钱财进来终会散尽，多是内鬼，较容易被朋友或者亲近的人连累。如果任有公职，也容易遭遇他人陷害，以至于连个人名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手掌太大，手掌适中且柔软红润，则表示其人比较富足，运程坦荡。手掌太大的人不精明，缺算计，虽然致力于事业，但发展过程多反复，故此也属于容易遭遇事业失败之列。无名指和小指指纹为奇形，无名指和小指指纹为奇形的人脾气暴躁，意志力薄弱，做事情不能持之以恒，一遇到挫折便想放弃，这种人最容易失败。指甲呈贝壳形，指甲前端较宽，呈贝壳形的人不能吃苦，喜欢享受，只要稍微受一点累，便会怨气十足，或者是压力稍大，便心情郁闷，精神萎靡，做事很难大有成功，比较容易失败。命运线在感情线处停住，命运线也称为事业线，掌管着人的事业成败。命运线以直肠清晰为佳，假如能自手掌底部开始，一直延伸到中指或无名指根部，期间没有障碍线穿过，其人会在事业取得很大的成就。而假如命运线终止于感情线处，其人则会为了感情而不顾一切，容易为了感情而放弃自己的事业，人生招致重大失败。健康线断断续续，健康线起自手腕线，穿过月丘、火星平原，一直向水星丘延伸，也有一些健康线起自生命线，然后向水星丘延伸。由此文献可以了解人的体力是否充分，身体机能是否健全，是否疾病的发生等等。假如健康线清晰而长，呈一直线，中间没有断裂，也没有凌乱，也表示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并没有疾病发生。而假如健康线断断续续的话，则表示其人身体衰弱，精力欠佳，常因为身体生病而影响工作，做事情
容易失败。其实一个人的事业好不好，除了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看出，还与一个人的流年运势有关。从命理学角度分析，这几个生肖的人在2020年事业多不顺。生肖属的主要原因是犯本命年，本命年是一道鬼门关，能够平平安安度过本年已是万幸。至于事业方面，也是多阻碍，整年运势太凶，做什么事都容易走背运，所以出现事业破产、一败涂地的可能性最大。生肖兔遇到的是勾角煞，俗称勾神，也是太岁12神主星。勾角煞顾名思义，勾者牵连之意，角者羁绊之名，指钱财被天罗地网的勾角羁绊，无法打通财路，在获取财富上到处勾勾绊绊，伴随刑太岁的勾角煞破坏财运，导致破财败财，意外被骗，投资失利，挣钱异常艰难。生肖马的财运最凶，遇到太岁12神中专破财的大号凶星，凶如其名，专门破坏财运，导致整年财运大凶，多主破财败财，投资失利，变配破财，无妄之财等。切记千万不要拿工作的血汗钱去投资，以免血本无归。生肖羊主要是犯太岁，出现财运破财的主要原因是六害者身体差、婚姻乱，因为意外事情影响工作而产生破财甚至破产，并非自身工作能力不足，而是客观条件出现自己有力无处使，引起的破财败业也和十阳九不全的命理有关。生肖鸡遇到岁破劫财煞，岁破星也是太岁12神主星，伴随太岁而来，主要是财运方面遇到破太岁，出现了岁破煞。岁破煞主破财败财，严重破坏钱财运势，容易引起投资失利、被骗破财、意外破财等。生肖狗，因为天狗破财，天狗星是太岁12神主星之一，影响甚大。天狗食财出现在财运宫，钱财运势大凶。天狗食财破财败财，财路受阻，财库被破，容易引发投资失利、被骗破财、无妄破财，挣钱不易，存钱难等。在大多数时候，一个成功失败与否都是一念之间，我们要做到胜不骄，败不馁。无论什么情况，我们都要坦然去面对，这样成功才离我们越来越近。人与人的交往是件很微妙的事情，有些人无论走到哪儿，身边都不缺朋友，他们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都有人追随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缘。但有些人却相反，无论何时都是自己孤身一人，遇到困难了也没人帮助他们，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缘差。那么我们如何从面相上看出一个人的人缘好坏呢？下面大佬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人缘好的面相特征。额头饱满光洁，从面相上来看，额头人之神灯所在，代表人的家庭出身和早年运程，是命宫、官禄宫之所在，掌管人的基本命运和事业官禄，以及个人的头脑和智慧。额头生得光洁明润、饱满不塌陷，没有恶痣与乱纹的人，无论宽窄都有较好的家庭出身，天生招人喜欢，人缘好，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帮助他的人。弯月眉，眉毛和眼睛是一个人面貌的画龙点睛之处，眉毛的好坏通常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情好坏。眉毛生得清秀弯长，没有逆毛，像弯弯的月亮一样，俗称弯月眉。这样的人通常性情中和，善解人意，心境开朗，待人亲切，因此人缘很好，而且特别得异性的喜欢，有异性贵人缘。印堂开阔，在面相中将两眉间的部位称为印堂，也是命宫之所在。此部位宜生得平满开阔，不被两眉相侵。这样的人心胸宽广，性格乐观，
讲义气，多能得到朋友的信赖，以得知心朋友和忠心下属。眼睛黑白分明，眼睛是整个面相最重要之处，用以观察人之善恶、贤愚、人格之高尚或卑劣，决断力之快慢、体质之强弱及运气之好坏等。眼睛黑白分明，也就是眼睛黑眼球多，白眼球少。这样的人通常都很聪明，而且有灵气，善于观察事物，看问题能够一针见血，很会寻找机会和把握机会，处事圆融，善解人意，人缘通常都不错。眉眼间距宽，在面相中，将眉毛和眼睛之间的部位称为田宅宫，此部位如生得宽广明润，不被眉毛压，其人必性情豁达中和，为人忠厚诚实，人际关系良好，易得贵人相助，因此多能事业成功，早至田产。眼角有向上鱼尾纹，在面相中将眼角部位称为夫妻宫，也叫奸门，掌管人的感情、婚姻及桃花运势。假如在两眼的眼角处出现向上挑起的鱼尾纹，这样的人有着极佳的异性缘，能得到异性贵人的帮助，从而在事业和财运上顺风顺水。耳朵红润且轮廓分明，耳朵被称为彩听官，掌管人的健康、智慧、福禄及少年运程。如果一个人耳朵颜色润白中微微透红，并且轮廓分明的话，必为头脑聪明、心灵通透、灵巧之人，很会处理人际关系，善于社交，人缘广，贵人多，事业兴旺，财源滚滚。嘴角向上弯起，嘴巴为出纳官，主饮食及言语。假如嘴巴生得形状端正，口大有收，唇红齿白，嘴角向上弯起的话，其人必性格开朗，善于表达，时常面带微笑，非常招人喜欢，从而拥有很好的人缘。嘴角有欢带纹，欢带纹是指上下嘴唇上有一排细小整齐的纵向纹路，这样的人很喜欢笑，为人友好亲切，所以深受身边的人喜欢。这种面相的人不仅人缘好，异性缘也是不错的。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之人，一般人缘好，多贵人相助，运势较好。但相反，如果你没有以上特征，反而中了以下命理特征，一般人缘较差，感情事业皆受阻，一生难有大成。眉短于目，眉短于目的人性情孤僻，做事有始无终，性情急躁，喜冒险和争斗，没有忍耐力，看待问题过多情绪化，自私自利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先为自己考虑，就算是亲人也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问题。由于这类人脾气暴躁，容易发怒，所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容易生病，甚至短寿。三白眼、四白眼，眼睛白多黑少，就是眼睛中间的合人很小，而周围的白眼都很大，比如三白眼和四白眼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性格孤僻、冷酷、狡猾，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，而且性情暴躁，似乎对他们来说，只要一发脾气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故此与他们交往，可要慎之又慎，不然自己随时可能有厄运降临。三角眼，眼皮无力，眼角下塌，眼睛形如三角的人个性较为孤僻，不懂变通，不太圆滑，内心也比较固执，难以改变，情绪上会极不稳定，目中无人，脾气不好，特别是对于亲近的人，脾气古怪异常，难让人招架。鼻梁起结，鼻头沟曲，鼻梁起结，状如驼峰，再配以鹰钩一样的鼻头，这样的人性格孤僻，唯我独尊，有我无他，私见较深，不能公平处事，工于心计而精于算计他人，这样面相的人不适合长久交往。山根尖细，山根上皆印堂，下应鼻弓，
代表一个人福气和根基，因此要求山根要有气、得气。假如山根尖细的话，则为是湿气的表现。山根尖细、鼻梁削尖的人，个性比较孤僻沉闷，喜欢独处，而不善于与人交往，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的与周围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这类人大多难以继承家业，或者自己出生之前家业就已经衰败了。腹喘口，嘴型口角下垂，唇呈猪肝色，称为腹喘口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个性倔强孤僻，心胸狭窄，常在心里记恨别人，很难与别人相处。久而久之，身边朋友越来越少，到老时便容易形单影只，孤单一人。人中有十字纹，人中有十字纹的人比较重视精神追求，倾向宗教信仰，喜欢研究命理，意志力比较坚定，但是有些性格孤僻，自命清高，婚姻和子女运比较差，与子女缘分薄弱，容易沟通不良，反倒是认养的孩子会比较孝顺，大多孤独终老。左右脸不对称，我们的脸都是以鼻子为中轴，假如面部两边骨肉不对称，被视为凶相。若得好的耳相，尚有武德，但如果耳相、眼相都不佳，则沦为小人和恶人。其人个性孤僻，自卑感重，且心胸狭窄，容易记仇，人际关系的互动较差。肩喉下巴颧骨过高突露骨，颧骨过高突出露骨，加上下巴尖小无肉的人会与人交流，但说话处事方法不对，常会得罪他人，人缘极差。而且这类人由于颧骨太高，有露骨之相，最大的缺点就是随喜好下令，差遣他人做事，在上司、老板眼前总喜爱表现，尽管很喜欢融入到人群的团体里，然而这类人的人缘依旧极差，穷穷竭力，孤影相随，眉间杂乱，人中广厚。人中广厚的人，即使是做错了，也不懂得说抱歉，死要面子，死要理。眉间杂乱的人，无论男女都长得不好，让人看了有些后怕，会选择敬而远之。有这类面相的人，人缘相差之大，对于别人的好意或是帮助，不但感受不到，而且冷漠处之，因此生出种种的怨恨。俗话说相由心生，一个人是忠厚老实还是阴险狡诈，都可以从面相上反映出来。如果在与人交往时能够善于观察每一个人的面相，将有效避免结交一些心地不良的损友。好了，点点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今天我们说一下，有人说20岁的脸是天生的，30岁的脸是生活雕刻的，而50岁的脸就是你灵魂的模样。越长大阅人越多，我越理解这句话。那么一个人的面相可以改变吗？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在小编看来，人的外貌可以分为2个层次，一种是外形上的长相，如五官、骨骼，这些是与生俱来的；而更深层次的是精神上的，由心而发，由你的情绪心态长期作用在脸上而形成的。小编认为这可以称之为心相。小时候看人只知那个人好不好看，这是看长相。长大后看人，我才发觉原来形容一个人的脸的词汇可以十分丰富，有的人亲切柔和，有的人一点凶相，有的人颓废阴郁，有的人淡定自信，有的人越看越顺眼，而有的人却越看越丑，这就是所谓的心相。日本文学家大寨壮一曾经说过，一个人的脸就是这一张履历表形象，并非一朝而就，而是日复一日点滴沉淀而成，如大自然一点点风化侵蚀堆积，形成了万千地貌形态。所以年龄越大，脸上的内涵就越明显。想了解一个人得看心相，长相是可以通过化妆整容优化，但是最高级的化妆也画不出美丽的心相。一张好的心相背后藏着一个人好的生活方式、生活态度和品格。小编曾看过一组照片，是几十个外国男生参军前后容貌的对比图。有趣的是，对比之下可以看出样貌是一模一样，但也可以说是截然不同。一样的五官、发型、表情，但明显参军后的照片帅气了很多。
即使是长相本来并不算好看的人，看得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最大的不同是眼神，前者涣散，而后者多了一份深邃坚毅。在镜头的记录下，我才发现，正是这个细微的差别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貌，这种容貌就是他人眼中看到的你。这种微妙的变化，正是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。在今后严格的生活作息规律、艰苦的训练，让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，情绪、心态也随之改变，从而整个人变得有活力、坚韧、自信。同样的，在平时生活中，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衣着打扮、发型来改善外在形象，但是精神面貌是打扮不出来的。再红的口红也掩盖不了你憔悴疲惫，一个眼神、一个站姿、一张口，就轻易地出卖了你的生活状态。大街上、地铁上，只要你多观察几眼，有些人五官长得挺标致，但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不高级，甚至眼里眉间夹杂着一丝丝脾气。而有些人虽然长得很一般，但自带气场，看起来很顺眼，这就是良好的形象。小编有位朋友，白净的脸，干净整洁的穿着，下班经常去健身，阳光帅气大男孩的标配形象。不过我发现他有时候走路总是刻意的抬头。我曾好奇地问他，他说其实他以前挺自卑的，所以这样走路是想自信一点，后来就形成了习惯。我不解，直到偶然一次，我看到他身份证时顿时惊呆了。照片上的人黑黑瘦瘦，眼神呆滞，看起来很颓废，与我面前的这个人简直判若两人。这我才知道，自从工作后，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。他改掉了熬夜玩游戏的坏习惯，开始注重护肤健身。虽然他现在还有点自卑的影子，但至少现在大家眼里的他就是一个帅气的大男孩形象。新的生活方式不仅仅给他带来了外在形象的改变，更重要的是他整个精神面貌的脱胎换骨。比一个人的皮囊更重要的就是他背后的生活状态，而笑容是一个人最美的表情。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人前的笑成了一种稀缺的能力。也许我们最灿烂的笑容只存在朋友圈中的照片中。笑口常开的人不一定是生活的很顺利，但他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也是生活中的强者。一张爱笑的脸是没被生活欺负的脸，是不轻易愁眉苦脸的脸。也是听我朋友小陈所说，他读大学的时候，曾经有个送外卖的阿姨，让全学校学生都难以忘记。阿姨喜欢穿得漂漂亮亮，骑一辆单车送外卖。每次看到取外卖的学生来了，她就会笑盈盈地下车，双手递上外卖，说一句“请慢用”。每次经过男生宿舍，最常见的也是那个阿姨的身影。取外卖的男生们也会开心地说一句“谢谢阿姨”。小陈说，前阵子无意中和老同学提起那位阿姨，而老同学们都还记得那位阿姨，都还记得那位阿姨的笑容。我想，或许那家店的老板并不知道，是阿姨的招牌笑容给他带来了更红火的生意。多年以后，那位阿姨的长相也许早在大家的脑海里变得模糊，但是那个灿烂的笑容却永远会依旧清晰。她的笑脸居然可以让大家忽略她原来的相貌，忘记她的年龄，只记得她的脸很美。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压力，也许是偶然遇到不顺的事情，甚至没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都会太轻易地摆出一副或忧愁或冷漠的表情。心态的长期积累便塑造了一张脸真正的面目。小时候，外婆对我说，人老了之后会变成两种人，一种是慈眉善目的老人，一种是凶神恶煞的老人。现在看来确实有几分道理。一个人的心象也是一个人内心的投影，自私自利、尖酸刻薄、心胸狭隘的人，嘴猴腮、脸带戾气，即使生得一副好皮囊，但多看几眼便会变得不耐看。而品性善良的人，年龄越长，一张脸越发柔和，让人越看越顺眼，越接触越喜欢。娱乐圈里的漂亮脸蛋很多，刘若英的长相不算精致，但是她却自带一股恬淡的气质。如今的刘若英已经49岁了，生活留在她脸上的印记是她的谦逊、亲切、独立和不争不抢。经历过生死的胡歌，一张脸颜值依旧，但变得更加谦和、慈悲、宽和，也变得更加成熟有魅力，这是以前的胡歌所没有的。胡歌不再是以前的胡歌，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促使他不断地修炼内心。一个人品相再好看，但长期品性不好，心相就会越来越不好。洞察力敏锐的人往往看得出来。说到这儿，小编不禁联想起鲁迅笔下的一个经典人物杨二嫂。
年轻时候的杨二嫂美丽动人，静坐豆腐摊前安分守己，人称豆腐西施。可惜后来在贫困生活压迫下的她变得势利粗鲁猖狂，也因此变成一个薄蠢、高颧骨、细脚聆听的圆规形象，变得面目可憎。而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说，每个人的面相都反映着与其相对应的身体和心理的状态。比如一个身体健康、身心愉悦的人，其通常在相学中都天庭饱满、红光满面、神采奕奕。相反，一个人身体有病或者苦恼忧愁的人，通常眉头紧锁，其多半是很难有称心的事儿。眼界即是心界，而面相即为心相，相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。心念既生，必然影响身体，比如愉快、心里舒畅、神清气爽；遇事便达观宽厚，便有助气血调和。气血调和则五脏得安，功能正常，身体康健；反之则必然影响心态。如能良性循环，自然面目光滑，一团和气，双目炯炯，神采飞扬，让人看了眼前一亮。反之，若总是攻于心计，或者是郁郁不舒，自然凡事另眼而观，无法如常人言笑。比如林黛玉遇到点事儿就往不好的地方想，长久如此，气不舒，血不畅，阴无养，五脏不调，六神无主，如此的身体状况自然无法让人觉得喜欢。佛教认为，有慈悲心、有爱心的人，往往从内而外散发着光芒。相反的，那些自私自利、狡猾爱算计的人，相貌往往不耐看，即使侥幸生的姣好容貌，稍微接触也会毫无吸引力，让人反感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美丽，那怎么才可以做到年轻美丽呢？有的人运动，有的吃补品，很多女士喜欢涂抹化妆品，个别的甚至使用激素。使用化妆品的确有延缓的作用，但不是根本的。心态才是决定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，也是养生护生的核心。宁静安详本身就是一种美，如何做到宁静安详、善良、纯真、温厚，没有恶意、和善、心地好，没有心机？善恶皆在一念间，善和恶是相对的，是一个共生体。当你此刻心存善意、善念且付诸行动，就是善行，就是善的；反之就是恶。因此，倡导人们时时事事都要向善，善意也好，善念也好，善行也好，善的东西多一点，恶的东西就少一点。小孩子天真无邪，一张脸行吗？单纯喜悦，年龄渐增，内心渐渐复杂，一张脸也渐渐变得丰富。你赋予他什么，他就会拥有什么。好了，关于心相的内容，今天小编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所谓的相人之术也许并不科学，然而当你看人识人，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长相时，当你懂得不仅仅只是装扮自己的长相，而是更注重自己的心相之时，说明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